衡量一个大国有没有真正的战略投送能力，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它能不能在别人意想不到的时间，把别人意想不到的东西送到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家好，我是微笑。2022年4月，6架中国运输机悄然飞越北约领空，执行一项隐秘却完全合法的军售任务。他们的机舱内满载着 FK3 防空系统，这是一种射程超过100公里的远程防空导弹，旨在帮助塞尔维亚筑牢自己的领空防线。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次常规的武器装备交付，但在这趟长途飞行的背后，却暗藏着一个更为深远的战略信号。这类任务曾经是中国无法完成的。过去，中国运输大型战略装备的能力几乎为零，只能依赖少数伊尔76或海运拖延。而今，一切正被彻底改写。站在这场转变中心的是一种全新运输机——运20鲲鹏，一架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20吨的庞然大物。我们都叫它胖妞，也可以说是中国的钦差大臣。它没有任何攻击力，但很少有它不敢去的地方。它可托运整辆99A 主战坦克或一次性空投130名全副武装的伞兵。它不仅重塑了中国空军的战场投送方式，更重要的是，还标志着中国首次具备了全球战略投送能力，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直到21世纪初，中国空军虽然已经拥有了多种型号的战机，但在运输领域却长期依赖苏制的伊尔76。这款飞机虽然性能可靠，但数量却非常稀少，真正能承担远程战略投送任务的飞机更是屈指可数。无论是空运主战装备，还是快速部署伞兵部队，无论是国际维和行动，还是人道主义救援任务，中国都面临一个最根本的难题，那就是没有自己的大型飞机。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空军调集了全国所有能调动的大型运输机，却依然难以满足前线救援的巨大需求。数十架中小型运输机昼夜不停地穿梭往返，却无法有效运送那些大型救援装备。类似的尴尬局面在后来执行的国际任务中也频频出现，尤其在执行利比亚撤侨任务时，伊尔76受航程所限，必须在多国中转，反复加油，令撤离效率大打折扣。为缓解运力瓶颈，中国也曾尝试进口更多伊尔76，甚至考虑引进乌克兰的安70项目。然而，受限于国际形势和技术封锁，这些方案始终难以落地。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要的是一款真正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战略运输机，而不是依赖他国残余库存的过渡产品。在现实需求的刺激下，2006年运20被正式立项，代号072工程。该机采用全国联合的研制方式，西飞、成飞、沈飞、陕飞等著名军机厂商均有参与。此外，还有数十所大学、上千家企业提供辅助支持。由于是倾全国之力，运20获批后的第5年，原型机就被造了出来。运20从一开始就被设计为在任何地形、任何天气条件下都能完成重型投送任务。4台 D30KP2 发动机可提供48吨总推力，即便在高原起飞、短跑道滑行，也能迅速升空，完成远程部署。机身采用大展弦比机翼与高置替尾布局，配合电传飞控系统，即使在重载状态下也具备良好操控性。货舱全长近20米，内部空间可容纳一辆99A 主战坦克或2辆 ZBD 步战车，尾门为双段式升降结构，支持平台式装卸与空投。为提高任务适应性，运20采用模块化任务舱设计，可在运输、医疗、空投等任务间快速切换。在航电与导航系统上，运20装备了国产化的数字航电平台，能够实现全天候的精准导航，具备自动航路规划与复杂气象穿越能力。为了保障战时的生存能力，机体关键部位使用了复合材料进行加强防护，并预留了电子对抗设备的接口。运20可不是简单的大飞机，它是我们战略投送能力的真正起点。它在速度、载重和适应性上都取得了全面突破，这使中国第一次真正具备了将意志投送到任何地方的能力。就在运20原型机研制完善阶段的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式批准了对阿富汗的兵力激增政策，超过一半的 C-17运输机被调往执行任务，累计执行了数万架次的飞行。
他们频繁出入喀布尔、巴格拉姆、坎大哈等高原机场，展现出卓越的战术适应能力。必要时 ，C-17能在30分钟内完成快速卸载并迅速撤离，保障运输节奏不断。仅在数周内，空军部队杂志报道，这款运输机便完成约3万名士兵、18万吨装备、弹药和通信器材的远程空运，从欧洲、中东等地的基地直接飞抵前线，这极大地提升了美军的战略部署效率。第六，空运中队的指挥官普莱斯中校坦言道，没有 C-17运输机，如此大规模的兵力投送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战例充分证明了大型运输机在现代战争中扮演着多么关键的角色。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运20的首飞才被寄予了如此厚望。它不仅承载着对国家战略运输能力的殷切期待，也被视为对标 C-17的重要机型，是填补国内空中战略投送能力空白的关键一步。2013年1月，运20的首架原型机在阎良成功实现首飞，在试飞过程中，它以超过200吨的总重量平稳离地，首次验证了国产大型运输机在复杂气象与跑道条件下的起飞性能。为了进一步测试高原适应性，运20很快被转场至青海格尔木开展高原起降试验。当地海拔接近3000米，空气稀薄，对发动机推力与机翼升力构成了极大挑战。试飞过程中，运20在较短距离滑跑后顺利升空，展现出优异的短场起降能力。这次试飞不仅验证了整机性能，也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全球第3个能够独立研制战略运输机的国家。而运20的诞生也不可避免地被拿来与该领域的标杆美国的 C-17环球霸王进行对比。这是一款服役已30年，至今仍活跃在美军战场前线的主力运输机。尽管乍看之下两者颇为相似，但在诸多关键设计细节上，它们其实有着明显差异。在机身尺寸上，运20可以说是小1号的 C-17。C-17的机长为53米，翼展51.8米，而运20则分别为47米和45米，整体上小了一圈。这种体型差异也直接反映在性能参数上。C-17的最大起飞重量高达265吨，明显超过运20的220吨上限。在载重能力方面， C-17可以一次性运送77吨的货物，而运20的载重量是66吨。虽然这个差距看起来不算特别大，但我们还是能看出来，运20在整体的设计思路上更偏向于战略运输机里的入门级方案。为了在有限的机身尺寸里尽可能地挤出更多的载货空间，运20采用的是外置中央翼盒的布局。这个方案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占用货舱的内部空间，让运20的货舱高度保持在4米左右。这对于装载像红旗9发射车这样的装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高度接近 3.8米，这些装备可以直接整车装进去，不用拆开。而 C-17运输机因为机身更宽大，它原本的货舱高度就有 4.5米，所以它能够采用空气动力学性能更好的内置中央翼盒设计。虽然这种布局不可避免地占用了一部分货舱的高度， C-17的有效舱高依然有 3.96米，几乎不受什么影响。如果运20也采用这个方案，舱高会被压缩到 3.5米，这会大大限制它运输大型装备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运20的外置中央翼盒方案其实是用航程来换空间，是一种符合自身需求、非常务实的选择。这种考量同样体现在襟翼增生系统的设计上，就像图中展示的那样，运20采用的是成熟可靠的滑退式3开缝襟翼，而 C-17使用的则是短距起降能力更强的外吹式双缝襟翼。这两种襟翼的增生原理可以说是大不相同。滑退式襟翼通过多级缝道来优化气流分布，在大弓角下保持附着流动，从而提升低速时的升力。它的结构简洁，维护性也强，可以说是一种稳妥又高效的增生方案。而 C-17的外吹式襟翼则通过引导发动机喷流，使其贴附在襟翼表面，从而大幅推迟气流分离，显著提升升力系数，性能表现更为强劲。但这一系统结构较为复杂，对设计与维护的要求也更高。两款飞机襟翼选择的差异源于它们各自任务定位的不同。C-17作为冷战末期的产物，追求在极端简易的野战机场实现短距起降，因此不惜增加系统复杂性来换取性能极限。而运20更偏重战略级远程投送，主要依靠机场部署滑退式3开缝襟翼，已能满足其需求。选择外吹式的成本收益比不高。总的来说，尽管运20在各项能力上似乎都低了 C-17一头，但显然它融合了中国自己的想法。
毕竟在应用层面，技术先进不一定最优，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而有了运20，运输也第一次成为中国军队的战略杠杆。在中国西部边境，这种改变最早显现。以往，一辆99A 主战坦克从内地调往喀什，常需依赖铁路中转，绕行数千公里，耗时超过1周。而现在，只需一架运20从中原腹地起飞，便能在3小时内跨越2300公里，将重型装甲精准送达高原机场。这种效率不只是快，而是战略层级的顺达威力。而在南海，运20的能力更显直接。在突发状况下，它可搭载整建制海军陆战队，快速进入永暑岛、主碧岛等南海前哨。若多架同时出动，还可在24小时内完成大批兵力与轻型装甲的空中投送，无需依赖舰艇调配，无惧海上风浪干扰，真正实现空中登陆。这类投送方式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已有先例。2022年4月，多架运20组成大机群，穿越土耳其与多个北约成员国领空，直飞欧洲腹地，将整套 FK3 防空导弹系统空运至塞尔维亚。这是中国首次通过战略运输机跨洲向欧洲国家投送重型军备武器。此举不仅震撼地区局势，也让西方意识到中国具备将意志、能力和装备快速送达全球的现实可能。除了军事用途，运20也被广泛应用于民用领域。多年来，它一次又一次将关键物资及时送抵目标地，确立了其作为中国空运中流砥柱的地位。运20自列装服役以来，航迹遍布祖国大地与世界多国。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运20闻令急动，紧急起飞，从多地机场同步升空，大规模向武汉空运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与急需医疗物资，首次执行飞战的应急运输与快速投送实力。此后，他又多次奔赴上海等抗疫一线，穿梭于疫区与后方之间，为全国疫情防控筑起坚实的空中补给线。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运20成为中国担当的空中名片。2020年4月，运20首次飞出国门，远赴巴基斯坦、缅甸、老挝运送紧急抗疫物资，随后又相继飞往泰国、斯里兰卡、乌兹别克斯坦等多国，送去防疫物资与新冠疫苗，跨越山海传递温暖与希望。2022年1月，汤加海底火山剧烈喷发，运20跨越大洋远程奔袭，将饮用水、食品、帐篷等应急救援与灾后重建物资及时送达，为当地民众送去生机。同年6月，2架运20运载中国政府援助阿富汗的抗震救灾物资飞抵喀布尔国际机场，在危难时刻展现大国情谊。在守护英烈归国的庄严使命中，运20更是承载着亿万国人的敬意与哀思。自2020年起，他多次执行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运任务，以最庄重的姿态接英雄回家，护航忠烈，魂归故土。每一次航程都写满崇敬与荣光。与此同时，运20积极参与各类军事演习与常态化训练，不断锤炼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筑牢国防空中力量。在无数抢险救灾现场，他始终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抵达。2023年甘肃积石山地震、西藏定日地震等灾害发生后，运20均紧急起飞，火速运送应急指挥人员、专业救援力量与大批救灾物资赶赴一线，为生命救援抢占最宝贵的时间。从抗疫驰援到国际援助，从跨洋救灾到英烈归国，从演训备战到抗震救灾，运20的每一次起飞都是使命与担当，每一次抵达都是安心与希望。尽管运20在各项任务中的表现均符合预期，但一个现实问题始终困扰着它。其动力心脏 D30KP2 并非国产，而是来自俄罗斯。这台引擎技术过时不说，想大批量装备也容易受制于人。该缺陷严重限制了运20的想象空间，直到这台猛兽的出现。涡扇20，这是咱们国家自己搞出来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它的推力能达到13000到16000千克力，比 D30KP2 发动机的推力高出 20% 还多。涡扇20不光劲儿更大，还具备了现代军用发动机该有的省油本事。飞一样远的路，它能少喝不少油，让运20跑长途的时候不用老惦记着找加油站，这战略投送的距离自然就蹭蹭往上窜。对于一架战略运输机来说，这意味着能飞得更远，运得更多，也更具持续作战支持能力。而搭载这款新引擎的运20也被赋予了全新的名字运 20B。 目前
服役中的运20已超过80架。除了运20B 外，还衍生出运油20、空警3000，分别对应加油机和战略预警机。可以预见，在未来更复杂的全球局势下，运20家族将以更灵活、更自主的方式，将中国的战略影响力延伸至更远的天空。是运20，绝对是运20，己方军来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